我父亲倪坤从几毛钱的小生意混到尖沙咀的老大。每月14号是倪家几个头目上交月供的日子，但这天我父亲被人暗杀了，4个头目竟无一人来吊唁，反而向倪家发难要自立门户。这里我最小，不好听的话我来说。这个月起，我不再交钱给坤叔了。3位大哥的意思呢？我和韩琛私下关系不错，但我是警察，他是黑社会，我想借韩琛铲除倪家，我再通过韩琛控制尖沙咀的地下世界。我这条命是坤哥给我的，我要是帮你对付他，我还算是个人吗？我知道韩琛不可能出卖倪坤，我找他谈话是做给他老婆看，要让他老婆知道我支持韩琛上位。在我的教唆下，韩琛老婆暗杀了倪坤，我就是要趁这个头目向倪家上交月供的时间，让他们伺机争夺老大的位置。我是卯足了劲儿等着他们混战后收拾残局，然后彻底将倪家连根拔起。我不慌，因为父亲教会我的不仅是江湖的狠辣，还有如何用人的软肋捏住他们的咽喉。国华在澳门跟甘地的老婆厮混，勾引二嫂是江湖大忌，我一通电话就让国华乖乖交钱，随后拎着黑鬼私吞甘地价值100万的白粉到甘地的厂子。我拨通甘地的电话，让他转交给黑鬼。怎么样，阿笑？甘地说的就等于是我说的，他不交，我也不交了。要不要我现在交给甘地的小弟？为了让我保守秘密，刚刚还一口一个阿笑的黑鬼，现在只有俯首退场。此刻我知道大局已定，最年轻的文整只会见风使舵。这我最小，一交不行。那个被戴绿帽、被吞了白粉的甘地，我都可怜他。就这样，在父亲被杀的几小时里，我迅速平定了家族内乱。今晚我最大的对手是企图渔翁得利的黄志成。我故意带装白粉的皮箱到父亲常去的大排档。黄志成认为我用白粉威胁黑鬼，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价值100万的白粉，我就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。箱子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，就是等他们上钩。果然黄志成和陆启昌跟到大排档，我悬着的心就放下了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检查箱子，箱子里只有几本杂志。黄志成策划倪家火并，在收拾残局的计划彻底落空。一开始他还能保持理智。看来这位子是你来做了，辛苦了啊。哪儿的话？你们今晚劳师动众，但是一无所获，不是更幸福？我不想看到以后有什么事发生。走。你不想什么？这时的反问是我的策略。刚坐上这个位子，我必须予以回击才能服众。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他们手里没有牌了。被耍得团团转的黄志成直接破防。倪坤死了，我们想开香槟庆祝。我知道此时有些失态，我就是要激怒倪永孝，就是要在此时羞辱他。没想到这小子城府之深，要不要我给你开一瓶？想干警察啊？更没想到韩琛过来劝和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就算这个老狐狸企图激怒我，我也不会被愤怒左右，因为这场冲突是我设的局，就是要宣告我倪永孝是尖沙咀新的话事人。今晚我打赢了每一个对手，直到此刻我才敢落下眼泪，默默地为父亲祭奠。我父亲已经是半退休，他常说出来跑迟早要还，也明确吩咐过他出事要通知所有子女。我早就在心里做好了会有这么一天的准备，只是心里还是这么痛。有人说我阴险，但在这片弱肉强食的丛林里，我的优雅不过是另一种刀锋。经过4年的韬光养晦，是时候为父亲报仇清理门户了。我告诉几个头目倪家打算移民海外金盆洗手，要把倪家的生意分给他们。这帮大老粗个怀鬼胎，只想着瓜分倪家。我看出他对4个头目起了杀心，但没想到我也在他的清除名单。他派我去泰国接手倪家的毒品生意，说是信任，其实就是要干掉我。出发前玛丽让我别去，但我还是选择去，因为我对倪家问心无愧。我安插倪永孝同父异母的弟弟陈永仁到他身边做卧底，即使要抓自己的亲人，也动摇不了他内心的正义感。我故意让卧底知道父亲忌日那天有笔大买卖，引诱黄志成倾巢出动来抓我。陈永仁带回的情报，倪永孝计划在倪坤的忌日清理叛徒，也包括韩琛。我将消息透露给韩琛老婆，是你叫我杀掉倪坤的。他要杀倪永孝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韩琛。我答应帮忙撤掉当天的警力。我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中，直到陆警官的卧底传来消息，倪永孝改了行动日期和地点。4年前的空城计肯定会让黄志成有所顾虑。出发前我又临时改了交易地点，接连的变动就会让黄志成还有卧底都来不及思考，确信这次是真的要交易。他们只能跑不上战场，和4年前一样，又一次牵着所有人鼻子走。我设计的这场被捕戏码让黄志成自以为得逞，却不知他们只是我棋盘上的棋子。长官，查到了，那2个老外是私家侦探。今晚我就是要从正门进警局，让他们成为我不在场的人证。此刻我在等韩琛抵达泰国的电话，挂断就是我清洗计划的暗号。
我从未想过杀死倪坤的竟是我老婆。她总说做女人很简单，只要男人好，却不知这一枪把我逼到了绝路。倪坤，是我杀的。原来这全在倪永孝的掌握之中，目的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与此同时，倪家的4个头目被倪永孝的杀手一一处决。韩琛因为得知真相，先下手为强，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此时2位长官还是执念于我手中的箱子，那就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好看吗？非常精彩。我只记得4年前是你叫我杀掉倪坤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要求？录像带里清晰地记录了黄志成叫苏寒琛老婆暗杀我父亲，而这个证据也让黄志成和陆启昌瞠目结舌，哑口无言。画面里那个算不算警察？这次虽然给黄志成开不了香槟，但我要扒掉这个老狐狸的制服。没有了这申金钟照护体，他只能是任我宰割的羔羊。接下来就该清理内鬼了。这3个人是被韩琛老婆花钱买通，有医师指导致父亲被杀的保镖。我借罗辑之手干掉他们，顺手拿走罗辑的枪。你来了我们倪家7年，你是警察，我们是黑社会，谁各安天命？你不要怪我，因为你们黄长官杀了我爸爸。我之所以提到黄志成，其实是对陈永仁的警告。我早就知道他是黄志成安插的卧底。当他偷偷翻找便签时，当他眼神躲闪时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我一次次给他机会，因为他是家人。而罗辑到死还是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自己早已暴露。我通知陈永仁参加父亲的葬礼，他对倪家很抵触，与罗辑发生了争执，正好被陆启昌撞见。你干什么？陆启昌没有发现站在暗处的我，情急之下智商不在线，大声叫着罗辑的名字。此时我还只是怀疑，直到大牌当被警察开箱验货，我确定他就是警方的卧底，但我并没有着急对他下手。我留着他是为了4年后布一个更大的局。我料到陆启昌不会拿下黄志成，随后将录像带寄到投诉科，但黄志成仅仅是停职受训。我知道干掉他就是与整个警方为敌，但我要为父亲报仇。倪永孝没能扒下我的制服，我知道他不会轻易罢手，我已经做好鱼死网破。最终因为我的执念害了好兄弟陆启昌，我意识到以暴制暴只会导致无休止的仇恨循环，自此我一蹶不振。我了解倪永孝的隐忍和手段，我担心玛丽的安危。此刻我只想立回香港救她，但我在泰国已经走投无路，我把命赌在2把手辛尼的身上。直到2年后的第11次被传讯，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。我承认了罪行，也拒绝了援助。我要遵守法律的底线，赶上香港回归的节点，警队决心彻底铲除倪家。我被委以重任，而韩琛的意外生还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。我全力寻找证人，搜集证据，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基础上，让倪永孝接受审判，坐1辈子牢。我虽然死里逃生，但我老婆被倪永孝的手下撞死在街头。我隐居在泰国2年，这2年我深刻顿悟了一个道理：忠诚2字一文不值。我这条命是坤哥给的，但在我踏进泰国的那刻起，这倪家的恩情我还了。我能在泰国蛰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我交了一个很好的泰国朋友。我帮助辛尼坐稳老大的位置，他帮我布局复仇大计。我故意泄露消息给警方，让他们知道我仍然活着。江湖没有回头路，只有以血还血。当我前往泰国劝说他回港做污点证人时，殊不知我才是韩琛精心布局中的一枚棋子。你变了！父亲的遗愿就是振兴家族，让倪家抬起头来。香港回归在即，这里容不下旧时代的枭雄。2年来，我拼命想挤进政协，想用1纸头衔换倪家的清白。此时我迎来了对手的反扑。黄志成当着政界大佬的面指控我多宗谋杀，让我在政界名声变臭，多年积攒下的资源顷刻化为乌有。一旁的三叔都快控制不住要出手了。此刻我只能努力保持微笑。而当年在泰国反杀的韩琛决定为警方做污点证人。韩琛与黄志成联手，就像2把铁钳将倪家逼入死角。韩琛知道倪家太多秘密，他转做污点证人，倪家自然无法脱罪。我第一时间让三叔去查，得知韩琛在泰国有妻女，我准备最后一搏，将家人全部送到夏威夷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受到警方严密保护的韩琛竟然要与我私下见面，就约见在父亲常去的大排档。杀我吧！韩琛一坐下就要我杀了他。我不知道韩琛已经布好了局等我跳，我摆出求和的姿态，彼此退让一步。但韩琛一心求死，在泰国他之所以能死里逃生，是因为跟泰国黑帮的老大成为了朋友。在这些泰国人的帮助下，韩琛让佣人假扮自己的妻女引我上当，他太了解我了。
此时后知后觉的三叔已经被杀害，而在夏威夷的家人也被韩琛的人控制，至此局势彻底扭转。我在电话里听到女儿的声音后，心理防线彻底被打破。我拿着枪逼韩琛放人，韩琛铁了心打算与我同归于尽。我说了你今晚会杀我的了。犹豫之际，黄志成带领警察包围了大排档，我迟迟没有下手，是在想还有什么翻盘的转机。韩琛知道他活命的一线生机到了。各位警官，这会儿他打死我，开不开枪就随便你们了。黄志成才是他真正的计划，他就是想用黄志成的手杀了我。我的表情逐渐扭曲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满盘皆输。迟早要还。最后我也没有开枪，我不杀韩琛是希望用自己的死换来韩琛的仁慈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终于敢验证自己最不愿面对的猜想。为什么我杀光了身边的卧底？警方还是搜集了自己的罪证。我躺在陈永仁的怀里，摸到他衣襟里的窃听器，一滴泪水滑落，愤恨、悲痛、不解。我用力抓住弟弟的衣领，替他掩住了证据，却也不肯放手，直到用尽力气。永仁的背叛，韩琛的算计，时代的碾压，我太累了，这一切早该结束了。在善恶无间的夹缝中，无人能全身而退，只是遗憾终究没能让倪家抬起头来做人。韩琛赌赢了，我开枪击毙了倪永孝，我是万般不情愿对倪永孝开这一枪的。我已经掌握倪永孝足够多的犯罪证据，现在只想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。我知道这都是韩琛的算计。我说没有，你相信吗？我准备好死在这里的。尽管他极力否认，但我已经彻底不想听他逼逼了。我机关算尽，也终于铲除了倪家，却间接扶持起了本以为自己能够掌控的韩琛。但韩琛的崛起一样会让我继续沉沦，这就是无间道。其实我到最后还是想留一丝忠义，放倪家人一马，奈何为时已晚，泰国佬直接替我做了决定。华灯初上，我独自凝视窗外绚烂的烟火，内心的孤独在此刻达到极致。照片里我和玛丽曾经是如此幸福，如你所愿，我成了尖沙咀的老大。我擦去泪水，转身面对这个世界的狂欢，因为我明白我已经无法回头。在这黑白混沌的江湖，无人能全身而退，唯有在杀戮中完成自我的献祭。